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岛来了，我终于拿到了传说中的出入证。有了出入证，顾名思义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算解封出去放飞了？别急，看看背面。出行时间仅在当天的12点到晚上8点，每户发一证，一证限1人出行，该证为一次性使用，返回小区凭证进入，并由小区回收。群消息来了，做好当日抗原核酸阴性健康绿码，个人防护2点一线。重点来了，除了步行及自行车外出，电瓶车以及机动车不得外出，晚上8点前返回，超时未归者取消第2次的出行资格。在门岗审核通过后，携带好商超购物凭证出行。超商有2个地方可选，一个是 Costco， 一个是大润发，就选 Costco。商超证到手。Costco 有规定，除了一样的证和码之外，有些会员要提前1天预约，每次限逛90分钟，中间清场消杀1个小时。我预约了3点半这一场。哇哦，拿到这些出入证的感受是没有鱼3月好。出发。作为一个露营人，我决定徒步去 Costco 采买，再徒步拎回来。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扁担我临时没有，不过我要让小推车，但我不想边走边捡东西，再换一个。嘿。露营人就要这么任性，超高越野车轮搭配强劲动力，万向手把风骚漂移过弯。路程有很长一段距离，必须要有保鲜袋，甚至小冰箱，冰袋也备好了，妥妥的。你看平时玩露营的好处，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？再带瓶水，整装出发。哎呀，路上的人会不会羡慕我呢？今天出门买菜要过2关，先过门岗。检查通过。现在时间是2点，封控近80天，今天第一次出来放风，外面空气好新鲜呐！有人在对我笑。很多是骑脚踏车。2点1线走。整条街我包了。这位大哥刚从 Costco 回来，用的是小推车，哎，还有3轮车送物资。走啊，加速，加速，我快到了。车挺好的。啊，对，这是露营的车。哦，露营的车，对，也是放在这个汽车的这个后备箱里。对，很方便的。骑儿童自行车，还有推行李箱来采购的，也不错。蛮好的，这个好。对，这个 Costco 里面的露营区就有这个车嘛，它里面有。现在是真的用上的。现在是真的用上的。这是那个冰箱，就我打算买了那个牛肉什么的，怕那保鲜，因为路程比较远，也比较晒嘛。对。我看这为什么他们可以开车过来呀？为什么我们不让坐电动车？为什么还是有些人是可以开车来的呢？今天人还不少。哇塞，可以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大包小包。那么带点油啦，那么两边吃了很。这边进啊，这边进，好的。给我打开一下。各种证、各种码，这边要通过一下。3点半还没到，提前进场。谢谢。进来啦！好凉爽。因为采购时间有限，不能闲逛，要明确目标。我在家列好了购物清单，基本上家里的物资还有一些，我这次就来补充一下缺的部分。看到 Costco 新品最近有推出一个便携拉杆小冰箱，来看。我刚听到他们说要买空气炸锅，我家有了。然后我要看一下我的移动小冰箱。卖场基本上没什么太多人，看到没有？去买肉。行动冰箱，蜡烛铸铁锅，这个也有哎。我看一下这个是多少尺寸的？这是26厘米的，稍微大了一点，在户外。突然意识到我是拉着自己的拖车进来的。
没有用到购物推车。基本没什么人买，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买，逛的这真的是太极致。各种购物保温袋，买完生鲜的小伙伴可以顺手带一个。这些助力的都已经搬运到这边了，有些货架还是空的，但是食材没有说像之前那么的多。肉类的品种选择性也还是蛮多的，有些还在做活动。买一把上脑烤肉片。因为一户只能出1人来采购，有部分人给家里发视频，体验一下一起购物的感觉。哦，这位防护工作做得很到位哦。烤鸡没有了，试吃肯定现在也没有啦。带皮鸡腿肉我很喜欢，可以做鸡排或咖喱。放进去。帽子放车口袋，肉类差不多啦，我来乳制品区。鸡蛋和牛奶都是非常抢手的啦。镜头掉了，买的很嗨呀！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90分钟了，但是好像没有叫我们离场哎。盐酥鸡买到了，零食区我就不买了，少吃点。蛋糕区现在是没有的，是在找法国小面包也没有找到，各种面包也没有看到。蔬菜房空无一人。刚出炉的可颂面包很棒，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找到了便携式拉杆小冰箱，附充电式电池，是直流压缩机车载冰箱。今天不方便带，先看看。OK， 我买的已经够用了，准备去结账。以前收银台都是大排长龙的，人很少的 Costco 逛起来是很舒服啊。回顾一下正常情况下 Costco 的人流量。我要买我心心念念的牛肉卷，先消毒。啊哦，牛肉卷近期没有，我买了咖喱派和1桶炸鸡，盖起来，回去当风扇。好啦，我买完了，回去了。逛完出来，天快黑了，很开心 Costco 可以让我们爽逛。走的时候有点恋恋不舍。都这么努力给露营人长脸了，看到这里的小伙伴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加动力，点一个免费的赞吧。Heart beats fast, colors and promises. How to be brave? How can I love when I'm afraid to fall?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, out of my tower, suddenly go. 给食物挡一下，避免风沙。听说有很多人离开上海，因为不能坐车，交通也难买到票。有人是徒步或骑脚踏车，拖着行李箱回家的。看新闻说，有位大神拖着行李箱挑战徒步从上海回江苏老家，已走了100公里。他终于成功的走到了上海和江苏的交界处。我估计晚上就是路边搭帐篷睡，户外炉子饭盒煮饭吃。我想，如果是有一定户外露营生存技能的人，在这段路途中会更有勇气吧。在徒步途中，他没有丝毫因为劳累而放弃，相反，他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并且还说，人生就应该要有一场徒步挑战，这样才能拥有一个不怕困难的精神。人的一生就像一条宽阔的大路，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卡点和阻拦，但我们不能害怕，要树立自己的目标，才能完美的走好人生道路。看这种
种花。还有位江西大哥泡沫坐船，准备划船回老家。我真的太佩服他们不怕困难的冒险精神。我就在想，会不会这次疫情造就出很多狠人呢？评论区我们好好聊聊吧。虽然能到晚上8点回去，但也不能在外面多逗留吃东西，我就交回一次性出行卡，乖乖回去了。总的来说，我这次出行采买在各种规定的情况下，还好有露营装备辅助，也算是很轻松的，也包含封控期间因为做户外露营视频有储备粮食习惯，过得也是很顺畅的。这一集算不算是一个露营人的 vlog 呢？在此我也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与爱护，以及在淘宝谢亮户外演艺社里耐心等待的小伙伴们。望早日恢复正常，上海加油！我也会继续努力创作更多有价值的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本频道是户外记录、创意手作、装备分享，希望与各位交流露营心得。喜爱户外生活的你，记得关注我。